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。奥托·瓦拉赫在上初中的时候，父母为他选择了文学道路，不料1个学期下来，老师对他做出了难听的评语。瓦拉赫很用功，但过分拘泥，这样的人即使有着完美的品德，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。父母见这一条路行不通，又让瓦拉赫改学油画。然而瓦拉赫既不善于构图，又不会润色，对于艺术的理解力也很差。他的油画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倒数第一。面对这样一个笨学生，大部分的老师都觉得他成才无望。而此时的一位化学老师却与众不同，认为瓦拉赫在文学、绘画艺术方面虽然表现不佳，但他那一丝不苟的品质是具备做好化学实验的必备条件。于是就建议他改学化学。父母和他都接受了化学老师的建议。这一次，瓦拉赫的智慧之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，而且一燃不可收拾。他在化学方面的聪明才智彻底的被发掘出来。这位文学艺术的不可造就之才，突然变成了前途无量的化学天才，在同类同学中遥遥领先。后来事实也证明，瓦拉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并于191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，只要我们能找到发挥自己潜能的方向，再加上合理有效的学习，就能取得应有的成绩。后人将这种现象称作为瓦拉赫效应。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，人的智力是多元的。人除了语言智力、逻辑数理智力2种基本的智力之外，还有其他6种智力，它们是视觉或者空间关系智力、音乐或者节奏智力、身体运动智力、人际交往智力、自我反省智力、自然观察者智力和存在智力。这8种智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，它代表着每个人不同的潜能。这些潜能只有在适当的情景才能充分的发掘出来。而瓦拉赫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多元智力。如果用传统的智力理论来判断，他就是一个智商低落的人；但用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来分析，他并不是一个低能者，只不过是他的9种智力组合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。化学老师看到了这一个差异，为他创造了有利于他在化学方面发展的潜能环境，从而使他的9种智力组合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的潜能，而且这种潜能还会不时地表现出来。这时候就看他有没有被自己或者别人及时地捕捉到，并不断地加以发掘，否则这种闪光点就会如同天上的流星一闪而过。因此，及时发现闪光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发现后能否创造条件让其发展最大潜能也是非常关键的。在这2点上，瓦拉赫都得到了满足。因此，他如鱼得水，其特殊的潜能得到了急速的发展。如果没有化学老师发现他的闪光点，如果没有他父母的大力支持，那么瓦拉赫这颗化学巨星就很可能只是一颗流星，一闪而过。瓦拉赫效应告诉我们，就算你现在在某些方面表现平平，甚至不尽人意，在每个人之间不存在着所谓的差等生，任何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只是多元智力程度组合不一样而已。大量事实证明，一个人只能从自己的优势并非劣势中获得成功。以前我们常说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，认为一个人只要肯下功夫，早晚有一天会达成目标。事实上，就算下了非常大的功夫，常年日积月累磨成的，最多只是一根粗糙的针而已，根本不能用来绣花。其实社会也需要铁棒，如果生来就是铁棒，就该去做铁棒擅长做的事情，为何还要千辛万苦的浪费时间和成本去变成一根粗糙的针呢？小明因为考试发挥失常，高考落榜了，可是他久久不能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，整天无精打采，对学习和未来丝毫不感兴趣。有一天，小明的科学老师拿出了一张白纸和一支笔，让他想想自己的不足和缺点，没想到一处就在白纸上画一个黑点。小明拿起笔，一直在白纸上画了好久。当他画完之后，科学老师拿起了白纸，问他看见了什么。小明回答道：黑点啊，全部都是讨厌的缺点。科学老师笑了笑说：除了黑点之外，你没看到那么多空白处吗？小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科学老师继续问：当你在这张白纸上写字时，你会在空白处写字，还是在黑点上写字呢？小明有些不解地回答道：当然是空白处写字啊。
科学老师意味深长地对小明说：“当你在白纸上写满字时，可能黑点刚好就被盖住了。就算没盖住，别人看到的也只是上面写的内容，而并非黑点。”就像瓦拉赫一样，他拥有诺贝尔化学奖的潜质。当他知道文学艺术的路行不通时，他就果断地放弃文学和绘画，选择了化学。而化学这条路就好像纸上的内容，根本没有人会去在意瓦拉赫的黑点，去在意他的文学艺术有多烂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这就是今天好夜和大家分享的关于瓦拉赫效应的讲解和应用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怎样发掘自己的潜能，找到自己的专长的话，就请你给好夜点赞并留言"发掘潜能"这4个字，订阅留守好夜频道。